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情境，凌晨2点半，然后房间里灯光很昏暗，你摸着孩子滚烫的额头，或者是你自己裹着厚重的棉被，可是全身却控制不住的一直发抖。接着那个体温计发出刺耳的哔哔声，荧幕上闪烁着一个数字：38.5度。哇，那个瞬间真的，脑中的警铃绝对是直接大作。对啊，你一定会想说，天哪，要不要立刻冲急诊？再这样烧下去，脑袋会不会烧坏？其实这是极度真实的恐慌了，因为当我们面对那个红色的数字时，直觉反应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硬生生压下来。没错。所以，好的，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因为你的这个直觉很可能正在搞砸一切。真的，如果我告诉你，一发烧就急着吞退烧药，其实是在破坏你身体最强大的防疫机制呢？我们今天要进行这场深度解析，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帮你省下无数次半夜白跑医院的挂号费跟焦虑。要把这集变成大家手机里的保命符。对，这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恐慌啦，更是要对大家重新认识自己身体那种很精密的运作方式。所以我们请专家来聊聊，为什么发烧其实是身体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我们得先厘清一个最根本的观念啦，这很重要，就是发烧本身它并不是疾病。哦，不是疾病。对，它不是疾病，它其实是免疫系统正在努力工作，启动全面战争的证明。当那个细菌或病毒入侵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体内的巨噬细胞就会去吞噬这些外来病原体，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我们医学上叫它制热源。制热源听起来好像某种燃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前线军队传回来的最高级别警报了。这个化学信号会跟着血液一路流到大脑的下视球。下视球就是我们人体的智慧型恒温器，所以下视球接收到这个警报之后，它就主动把身体的目标温度调高了。没错，大脑是故意这么做的。等一下，大脑是故意的，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其实这里面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你看哦，大多数感染人类的病原体，它们最喜欢的繁衍环境就是我们平常的37度，舒舒服服的温度。对。所以，一旦下视丘把温度设定调高，比如说调到38.5度，甚至39度，这些病毒和细菌的蛋白质结构就会变得不稳定，它们的繁殖速度就会大幅下降。哇，等于是破坏敌人的生存环境。不止这样哦，更关键的是，这个高温对我们自己的白血球来说，就像是极佳的催化剂。高温会加速它们的新陈代谢，让这些免疫细胞的移动速度变快，吞噬病原体的效率成倍增加。就像是超级赛亚人变身那样吗？没错，就像是把普通的步兵直接升级成装甲部队，然后在极端气候下对敌人进行斩压。这听起来生物学上很合理啦，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现在是半夜看到温度计显示38.5度，我跟你说，我根本不想管什么装甲部队，会很慌了。我只想要大家都好好睡一觉嘛，所以我一定会马上塞一颗退烧药，这样有什么不对吗？不就是让身体舒服一点吗？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我们一看到体温升高就应用退烧药压下来，从生理机制的角度来看，这等于是你在扯自家军队的后腿。扯后腿有这么严重吗？你想哦，大脑好不容易消耗大量的能量，把战场环境调整成对我们有利、对敌人致命的高温状态，结果你一颗退烧药下去，强行把下视丘的恒温器设定拉回37度。哦，等于把战场优势又拱手还给了病毒。完全正确。如果大脑是在刻意调高温度来烤熟那些病毒，那我一发烧就马上吃退烧药，这不就等于就像一个蛋糕才刚放进烤箱，烤到一半正要膨胀的时候，我却因为觉得烤箱外壳太热，就硬生生把电源给拔掉吗？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你拔掉电源，烤箱冷却了，然后温度计上的数字降下来了，你觉得好像安身了。对，看起来没事了。但问题是，里面的面糊还是生的啊，病原体根本还没被消灭，这反而会让整个病程拖得更长，因为你剥夺了免疫系统最高效的作战环境。
原来如此。可是我们有时候量到37.3度就开始焦虑了耶。到底什么温度才算是烤箱真正启动了？医学上总得有一个黄金标准吧？有的，真正的发烧，医学上的黄金标准是核心体温大于摄氏38度。核心体温。对，平常我们最接近核心体温的测量方式就是耳温或者是肛温，大于38度。如果量口温的话，标准是37.5度。腋温因为在体表散热比较快，所以标准是37.2度。哦，所以如果量出来只有37点多，其实先别急着吃药。对，那充其量只能算是体温偏高，连真正的发烧都称不上。这个时候绝对不要急着去把烤箱插头。了解，但既然发烧是身体在作战，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判断这场仗打得好不好？这就是我觉得最违反直觉的地方了。因为很多人的盲点是烧得越高，病得越重。这是急诊室里面最难打破的迷思之一。其实温度计上的数字高低跟疾病的严重程度完全没有绝对正相关。真的假的？完全没有。我们来对比两种极端但很常见的状况，比如说一个小孩烧到39度，数字极高哦，但他退烧药效发挥的时候，或者甚至还在微烧的时候，他依然在床上跳来跳去，还会跟你顶嘴，然后吵着要拿你的手机滑。这个通常会让爸妈理智线断裂啦，但听起来似乎是好现象。这其实是最好的状况，代表他的大脑中枢跟身体机能都运作得非常好。那我们再看另一种情况，另一种是另一个小孩只有38度，微烧而已，但他整个人瘫软在沙发上，眼神呆滞，连给他最喜欢的玩具都没有反应。你觉得哪一个状况比较危险？哇，那肯定是瘫软在沙发上的那个啊。可是要我们完全不看温度计，真的太难了。这就像是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却叫我不要看仪表板上的时速表一样。我懂那个焦虑。但听起来，那个瘫软的状态才是这台车的真正的引擎故障灯，对吧？精神状态才是关键。就是这个概念。这其实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习惯极度依赖科技数据，就是温度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反而忽略了最直观的生物表现？真的。那如果决定在家观察，这24到48小时的黄金指标到底有哪些？总不能只是盯着它发呆吧？居家观察有3个黄金指标，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活动力，但关键在于退烧时的精神有没有恢复。哦，是看退烧的时候。对，因为发烧当下，身体在耗能打仗，病殃殃的是很正常的。你要看的是温度稍微降下来的那个空档，能不能进行一般的活动。那如果他虽然有精神，但就是吃不下东西呢？这是第2个指标，食欲与水分。其实吃不下完全没关系，没关系，不用强迫进食吗？千万不要，因为身体把资源调动去免疫系统作战时，消化系统会变弱，这时候饿一下没关系，但是水分是一定要够的。水分要怎么观察？算喝了几 cc 吗？最直接就是观察尿量，尿量有没有减少，尿液颜色是不是变深褐色。如果一整天都没排尿，这代表肾脏已经在强制锁水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脱水警讯。所以水喝够不够，直接看尿最准。那第3个指标呢？第3个是睡眠品质。虽然生病一定不舒服，但能不能获得一段相对安稳的睡眠，来让身体进行修复？只要这3个活动力、水分、睡眠品质都还 OK， 就可以安心在家观察。那在家可以做些什么舒缓吗？可以做一些物理舒缓，比如保持通风、穿透气吸汗的衣服，或者是喝点温水、电解质水。好的，虽然我们说要看精神、看尿液，但是身体终究是有撑不住的时候，这条安全线一旦被跨过，就绝对不能再拖了，对吧？没错，语气必须转严肃了。当身体发出危险的红色警报时，代表免疫系统可能已经挡不住了，要立刻冲急诊。第一个红色警报是什么？第一个是意识不清，叫不醒，眼神涣散，甚至出现幻觉，这代表病原体可能已经侵犯到中枢神经系统了。哇，那第2个警报呢？跟呼吸有关吗？对，呼吸困难，但你要看的不是咳嗽，而是没有咳嗽的时候，呼吸是不是很费力，或者吸气时胸口肋骨下缘有凹陷，这是缺氧的致命前兆。
胸口凹陷听起来真的很严重。那第3点，资料提到持续呕吐和脱水。如果是连喝一小口水都立刻吐出来，而且超过12小时无排尿，随时有休克的危险，这时候必须去急诊打点滴。第4个，我觉得是所有家长的噩梦，就是抽搐或者是热痉挛，身体不自然抽动，眼睛上吊，这发生在眼前，真的有办法判断吗？真的很吓人。医学上强调一个铁则，如果是第一次发生热痉挛，无论如何立刻送医。为什么第一次这么关键？因为必须由专业医生来排除脑部感染，比如说脑膜炎的可能，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自行判断的。5个警报提到了异常的疼痛，特别是剧烈头痛伴随颈部僵硬，下巴无法碰到胸口，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啊？这是个极度关键的征兆。当包覆大脑和脊髓的脑膜发炎肿胀时，它会变得非常敏感。如果你低头，这个动作会物理性的拉扯到发炎的脑膜，产生剧痛，所以身体会产生保护性反射，让颈部僵硬，完全无法弯曲。这绝对是红色警报。原来是物理性的拉扯。那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异常疼痛吗？像是剧烈腹痛，或者是身上出现压下去不会褪色的紫红色出血红疹，这可能是败血症的信号。那最后一个警报是关于时间的，对吧？对，无论精神多好，只要连续发烧超过3天，也就是72小时，就必须去找医生抽血或照 X 光，找出背后潜伏的原因。这些红色警报非常明确。但资料里还提到，有一群特殊族群根本不适用我们前面讲的观察期。没错，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放大到整体的生命周期来看，这代表了人体免疫系统在不同阶段的脆弱性。比如说3个月以下的婴儿，对，3个月以下的婴儿免疫系统根本还没发育好，只要耳温或肛温达到38度，请无视活动力，立刻送儿科急诊，防范脑膜炎或败血症。光谱的另一端是65岁以上的年长者，这就让我想到一个很吊诡的状况：为什么长辈明明严重感染了，身体却不发高烧？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变迟钝了。这就像是一栋房子里明明失火了，但烟雾侦测器却因为电池没电而只发出微弱的哔哔声。这是不是代表长辈的不发烧反而更危险？这个比喻非常到位。当强大的细菌入侵时，长辈的身体已经没有能力去调高恒温器了，所以他们可能只会微烧，但极度疲倦，没有食欲。这时候往往是肺炎等重症的警讯。懂了。另外还有免疫力低下或者慢性病患，像是化疗、长期用类固醇、洗肾病患等，也是一发烧就必须寻求医疗介入。对，他们的防线本来就很脆弱。知道了何时该在家，何时该冲医院后，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们要来破解大家可能都做过的致命发烧迷思。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急救动作其实非常危险。迷思1，这绝对是每一个阿公阿嬷的标配，就是盖厚棉被逼汗，流汗就会退烧。要破解这个，我们得回到发烧的3阶段：发冷、发热、退热。在发冷期，也就是体温正在往上升，你觉得冷的时候，保暖是对的。所以问题出在下一个阶段。对，当你的体温已经烧到39度，进入发热期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身体是一颗全力运转发烫的引擎。如果你还盖厚棉被，等于把热量封死在体内。哇，散热散不出去会怎样？会导致体温不受控制飙升，引发中暑或热衰竭。正确做法是穿宽松透气的吸汗衣物。天哪，我们总是直觉以为让病人感到舒服温软就是对的，没想到这种充满爱的照顾方式，在发热期竟然是把人往热衰竭里推。真的。那迷思2也很常见，就是用酒精擦身体降温。绝对不行吗？以前听说可以。绝对不行，尤其是小孩，酒精挥发会让皮肤血管剧烈收缩。血管收缩，那不就阻碍体内散热了？没错。而且更危险的是，酒精可能会透过幼儿薄弱的皮肤吸收，导致酒精中毒。要擦拭的话，用温水就可以了。哇，那迷思3，半小时没退烧就混施另一种退烧药，这是很危险的。
药效发挥本来就需要1到2个小时，频繁交替吃药极易造成肝肾功能损伤或药物过量，必须严守4到6小时的间隔指示。这些真的都是致命迷思。所以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如果你决定要去医院，你绝对不能两手空空去。没错，看诊是需要准备小抄的，医生需要最精确的情报。小抄要写什么？第一，发烧时间轴，何时开始，最高几度。第二，伴随症状，像是咳嗽、拉肚子、起疹子。还要带药记录，对吧？对，几点吃过什么药，最好把药盒直接带着。第四就是接触史，家人有没有群聚感染或者出国旅游史，这张小抄是医生最棒的诊断利器。我们今天这趟深度解析真的学到了很多。回顾一下核心，发烧其实是身体在自我对话、自我修复的过程。面对发烧的战略就是不恐慌、多观察、看精神、抓警讯。请大家把这些知识当作保护家人的武器。对，不要再被温度计上的数字绑架了。不过这不仅让我思考一个延伸的问题。我们今天学到，发烧其实是身体启动防御机制的警报声，是身体在跟我们对话。但在现在社会里，我们是不是太习惯用各种特效药去静音这些不舒服的警报了？这个观点很值得深思。不只是发烧、头痛，我们就吞止痛药；睡不着就吃安眠药。我们享受了现代医学带来的便利，但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忘记该怎么去聆听身体这个经过数百万年演化而来的精密仪器了呢？除了发烧，你的身体现在是不是还有其他警报正在被你强行关静音？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下次见。大家再见。